接上回，枯寂岭峡谷深处，被镇压数百年的根妖怨念滔天。龙江南、裘月、半痴和尚、蓝雨、袁山、玉娥等追杀者循着震动赶到湖边，只见妖云弥漫，无数声音凄厉嘶吼：“天圣教主，我要杀了你！”半痴和尚上前，湖中一个妙龄女子尸身浮出，楚楚可怜道：“天圣教将妾身镇压几百年，妾身与他们仇深似海。高僧若能搭救，妾身愿以身相许。”半痴笑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不要你以身相许，你皈依佛门，助我杀天魔教主，我便打破封印。”女子又惊又喜，妾身愿意皈依。众人正要劝阻，半痴已拔起一块黑石碑：“天魔教是魔道，他们镇压的妖精一定是好妖精。诸位同道，帮忙推倒这些石碑，解救这位同道。”众人只得上前，合力将数百块镇妖黑石碑一一推倒。轰隆，群山震动，那株枯壁古树冉冉升起，树身下一个巨大的黑球不断隆起，无数黑色根须如同蛟龙大蟒般蠕动，根须缠绕之间，数不清的白骨露了出来。半痴毛骨悚然，他这才明白，被天魔教镇压的可能比天魔教本身还要凶恶百倍。快跑！龙蛟南尖叫，众人撒腿狂奔，身后无数触手漫天飞舞，根须上挂满美艳女子，痴痴笑道：“谢谢你们放我出来，我终于又可以吃人了。”袁山跃起刺击，却被一道根须从后心刺入，顷刻间血肉尽失，只剩皮囊。裘月的蛊虫，玉娥的冰剑皆无法伤其分毫。众人逃出枯寂岭，根妖如山般挤出峡谷，触手攀住山峰，拖动真身，声势骇人。半痴和尚推卸责任道：“天魔教真是作孽不浅，养了这么大一个妖物害人。”众人纷纷附和：“这妖物被我们引到大虚，没有作践延康百姓，也算幸事。大虚里都是器民邪魔，妖孽进去兴风作浪，也算是除魔味道了。”话音未落，蓝雨被一只惊翅大鸟抓起，鸟会啄碎头颅，提着无头尸体飞向密林深处大虚道：“这里没有王法，只有能吃和不能吃的区别。”众人落地奔逃，水中跃出怪鱼咬死一人，连树木都拔腿狂奔，躲避身后追来的根妖。此时秦牧正坐在龙麒麟背上，向都天魔王讲解大虚规矩：千万不能在天上飞，除非你觉得能打过那些异兽领主。天黑不要出门，否则死路一条。还有，大虚没有王法，越是没有王法的地方，越要讲礼数。都天魔王冷笑道：“不就是弱肉强食吗？我都天也是这规矩。”秦牧继续道：“大虚里还有许多神魔，有些被封印，有些活得很好，别乱跑。”都天魔王吓了一跳：“这个世界还有神魔？多得很。”秦牧笑道：“只要你掌握规矩，大虚比延康安全多了，不信问灵儿。”胡灵儿连连点头：“延康比大虚危险多了，公子去延康那叫历练，在大虚都不算。”正说着，身后山崩地裂，那根妖追来了，无数触手漫天飞舞，向这边奋力赶来。秦牧打个冷战：“谁这么蠢，把这妖精放出来了？真是作死！在大虚横冲直撞，很容易死翘翘的，连村长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。”话音刚落，大地剧烈震动，一只长满金毛的巨大手掌从地底探出，手掌周围燃烧着火焰，一巴掌向根妖盖下。那如山般的黑球被拍飞出去，不知落到哪里去了。正在逃命的异兽们停下脚步，各自原路返回领地。都天魔王看直了眼，半晌说不出话。秦牧安慰道：“没事，大虚就这样，有些遗迹里藏着神神怪怪的东西，入寺烧香，进庙拜神便无大碍。估计那妖精不小心碰到哪处遗迹了。”都天魔王身躯僵硬，四张嘴里喷出几个破碎零件：“你这里太危险了，我想回都天，放了我，我想回家。”胡灵儿劝道：“我们大虚真的很安全，你跟着公子保你没事。”画面转到天上小玉京，延康国师与夫人来到这里已10多日，清幽山人引他们走上虹桥，道出小玉京来历。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开皇时期，就是现在的大虚。开皇是道家说法，佛门称空寂，是第4纪。开皇覆灭那场大劫，我们称开皇节，你们延康，我们称延康祭。那座宫殿便是准备存放延康祭历史的。国师夫人问：“小玉京到底是善是恶？对我们有何想法？”清幽山人笑道：“我们自称为仙，并非神，只想观察国师，观察变法，记录有用东西留给后人。仙是人，神不是人。
国师若有所思，问起神桥境界。清幽山人道：每一个人的神桥都是断的，到不了彼岸。按修为，我们亦可与神比肩，但境界断掉了。他领二人走入宫阙深处。开皇时期，却有一批人连上了断裂的神桥，建立了辉煌神朝。后来灰飞烟灭，就指便是今日大虚。神谕严禁大虚器皿外出，实则防备的不是那些器皿，而是居住在大虚深处无忧乡中的移民，他们的神桥是完整的。他推开书楼门扉，一排排典籍陈列眼前。国师将这些读完，便可知开皇记遭遇了什么。倘若还要走既定的路，开皇的历史只怕也是延康的历史。残老村方向，秦牧终于到家，向龙城的人们热情招呼：公子回来了，延康国比咱们大虚怎么样？秦牧笑道：延康比咱们大虚乱多了，天天造反打仗，兵荒马乱。他未作停留，沿江逆流而上，路过熏鱼村时，仙青儿正带着村民熏鱼。三只辫子的小女孩眨着眼睛问：放牛的，衣锦还乡了，外面好耍吗？还行，走到哪里都被人追杀。你做了什么坏事？大概是我太出色了吧。他挥手作别。日薄西山，秦牧终于踏入残老村。十几只一人多高的鸡婆龙面色不善围上来，为首的老母鸡激动地指着他咯咯哒叫个不停，偷蛋贼回来了。秦牧如临大敌，我已是天圣教教主圣师，就算你们鸡多势众，我也丝毫不惧。咯哒咯咯哒，一群鸡婆龙疯狂涌上，羽翅如箭，喷火如龙，将他淹没。胡灵儿见势不妙，一溜烟跑了。公子，我先回家看看。片刻后，秦牧气喘吁吁逼退鸡群，被抓得一头一脸血，头发上插着几根鸡毛。都天魔王幸灾乐祸大笑：臭小子，你连一群鸡都打不过。秦牧摘掉鸡毛：你就是败给了连一群鸡也打不过的家伙。婆婆，村长，我回来了。你们看到我被一群鸡欺负也不来救我，咦，怎么没人？村中空无一人。夕阳下，鸡婆龙们趾高气扬地巡逻远去。秦牧站在空荡荡的村口，身后是终于回到大虚的都天魔王和探头探脑的胡灵儿。那些教他长大的人们去了哪里？